大年30，阖家团圆。70岁的老妈在年夜饭上分家产，2套房子，每个儿子分1套，20万存款给了唯一的孙子，就连2个儿媳妇和1个孙媳妇也每人1个大金镯子。我这个女儿连根毛线都没分到，最后她慢悠悠宣布，由我给她养老。好啊，真好啊！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掀了年夜饭桌子，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从厨房把最后1道菜端上桌的时候，我妈拿出一个大红色的纸袋，上面印着某大牌黄金珠宝的 logo。她拿出3个首饰盒，每个盒子里装着的都是金灿灿的纯金手镯。哇，好漂亮！那闪闪金光真是想把人的眼都亮瞎。她清清嗓子，马上就是新年了，你们几个辛苦了，这是我给你们的新年礼物。说完，她把金手镯给了我嫂子和弟媳妇以及我大侄媳妇。我知道这些从来就没有我的份，镇定地张罗着放酒杯和饮料，听着儿媳和孙媳妇们一叠声的谢谢妈，谢谢奶奶。我妈的脸绽放成了一朵菊花，她心情很好，又宣布我已经70了，今天也把手里的财产安排一下。他们马上坐直了，张着耳朵听。我妈，我现在有2套房和20万存款，你们2兄弟各分1套，20万块钱呢，就给我的大孙子。好，大家拍手。我淡淡地看着他们，没想到妈下一句话竟然提到了我。我妈财产分完后指向了我，以后呢，我就跟着阿玉养老了，等过了年我就去阿玉家。弟弟马上附和，就是妈还是跟我姐最合得来，娘俩一块儿住更方便，有照应。大哥也不闲着，对，妈反正1个月还有2000块钱的退休金，姐也不吃亏。大家都笑呵呵地看着我，似乎我捡了个便宜。我霍地站了起来，解下围裙，重重地甩在凳上。既然不吃亏，那就跟你们过吧。我不要。妈的脸瞬间沉了下来，呵斥道：阿玉，大过年的，别发疯。发疯？好吧，那我今天索性疯个够，让他们看看。从小到大，在这个家，我吃的每1粒米都是标记了价格的。大哥和弟弟所到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。我本想着宁愿愧对自己的小家，也想尽一份女儿的孝心，没想到我妈竟然这么急着分房产，而且还要去我家养老，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这是不做干女儿的最后一滴血誓不罢休啊！想得美，一个个都把我当傻子。好吧，那今天我这个傻子就疯给他们看看。我端起面前那盘炸得焦黄酥脆的鸡翅，往地上狠狠一砸，咣的一声，盘子裂了，一个个香喷喷的鸡翅滚落到地上，空气凝固了几秒。我妈终于反应了过来，颤抖着站起来，指着我厉声呵斥：你真是反了天了，这是想干嘛？干嘛？我冷笑着，又端起边上一盘炒土豆丝，慢慢地把倾斜盘子、土豆丝全部滑落到了地上，再利落的一甩手，又发出清脆的一声咣，盘子碎了。紧接着，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猛地往桌上一拨拉，满桌子的菜、碟、盘、杯子、饮料全都落地。我还不解恨，又抡起桌子正中央的一瓶酒，砸地上开了花，近乎癫狂地叫嚷道：吃，我让你们吃，这日子我反正不想过了，多年的辛劳就换来这么个结果，凭什么？看着我忙了好几天准备的满满一桌子美味佳肴，瞬间成了一堆垃圾，我不仅不觉得可惜，反而还充满了快感。我要发泄，
发泄这几十年的恨、悔、怨。这些年，我不仅明里暗里的补贴娘家钱，又出人出力，辞职回家照顾了瘫痪的爸爸3年，直到他去世。现在我都已经42岁了，还全家租房住，搞得老公和儿子对我冷脸相待，小家都差点要散了。他们倒好，全都把我当免费的保姆兼傻子，酒、饮料、饭菜都被我砸到了地上，混在一起。在一片尖叫声中，哥哥和弟弟上来制住了我，他们一人扭住我一只胳膊，我喘着粗气，眼泪鼻涕早已经流了满脸。大哥对我吼道：“阿玉，你必须向妈道歉！”我凄厉大笑：“道歉？我道什么歉？我道歉这么些年来，你们全都是甩手掌柜来家任吃任喝，道歉我一个人伺候瘫痪在床的爸，道歉做这个家的免费保姆，然后房子和钱全是你们的，还得我给妈养老。”弟弟皱着眉：“姐，你怎么这么说话？哪家父母不是女儿在照顾的？女儿比儿子细心，自然要比我们照顾的好一些。他们可是你的亲生爸妈啊，你怎么还计较这些？”泪水沿着脸颊流进了我的嘴里。好咸啊！我使劲甩开了他们。计较？是啊，你们不计较，那以后妈就交给你们了。我妈尖声嚷着：“不行，我可是你亲妈，你不管我，是想我早点死吗？”呵呵，她这可是句实话。当初她到我哥家带孙子，跟嫂子各种不对付，气得心脏病都发了2回。弟媳今年都37了，不肯生孩子，我妈一直为这事儿烦心。她一催生，弟媳就翻脸。可是又怎么样呢？还不照样给2个儿媳妇金镯子，给房子？因为她以为不管她怎么对我，我都会孝顺她，都会逆来顺受。可是她忘了，我是个人，不是工具，我也有感情，我也需要被爱。这个世上永远没有人会在原地等你。当失望、伤心攒够了的时候，离开的人会一去不回头。就如当下的我，哥嫂和弟弟弟媳都急了，他们知道一旦我走，我妈就得靠他们养老，他们谁也不愿背上这个包袱。刚进门不久的侄媳妇，没想到第一次来吃年夜饭就遇到这种局面，惊恐地缩到一边。侄子在旁小声安慰着她，在他的眼里，我可能就是个疯子吧，无所谓，管别人怎么想的。总之，我是不想再当傻子，也不奢求什么母爱亲情了。每年的大年30，我自己家都不顾，一大早就跑来给他们做年夜饭，简直就是犯贱，而且已经犯贱了10多年了。老公不肯来，也不让儿子来，他说：“你一个人去当免费的保姆就算了，咱不能一家3口都去当免费保姆。”现在想来，他真是人间清醒啊！只有我被人以亲情为名拿捏了，还乐在其中，自以为是无私奉献，其实就是蠢。我不去做年夜饭，就得我妈做。我嫂子和弟媳是从来不肯插手的，哥哥和弟弟更是一副大少爷做派。我心疼我妈，可是没有人心疼我。很好，这个大年30就是我与娘家人亲情断裂的时刻。哥哥对着我吼道：“妈的房产，他想给谁就给谁，你管不着。他对你有生养之恩，你对他有赡养义务。他想去你那养老怎么了？”弟弟也冷眼看着我：“姐，这就是你的不对的。婆媳哪有母女亲？妈和你亲近，想去你家，说明她离不开你这个女儿。你应该感到高兴，笑死，好像他们俩不是妈亲生的一样，就只有我一个人有赡养义务。我对他们反唇相讥：你们都是妈好儿子，婆媳不好相处，母子总好相处吧？你们可以自己尽孝啊，妈又不是只生了我一个。”话音刚落，
我妈就冲上来，猛地左右开弓，狠狠扇了我2耳光。白眼狼，我就该一声下就把你掐死，省得现在来气我。我本来就两眼通红，满脸是泪，又猝不及防挨了2个巴掌，顿时眼冒金星，头晕目眩，好不容易扶住了桌沿才稳住，没有一头栽倒。哥哥和弟弟看都没看我，去扶住妈。妈，您可千万别生气，他今天不知是抽了哪门子风，过2天就好了。我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。好，妈，您这2巴掌打得好，谢谢你，让我死心。从今以后，我没你这个妈，你也没我这个女儿。我妈一听，怒火攻心，又要上来打我。我胳膊用力一挡，她被这力道一挡，反而倒退2步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。她哭天抢地，我真是作孽哦，生出这么个不孝女，还敢对我动手。哥哥火了，瞧你在干什么，竟然敢推她，上来就踹了我2脚。弟弟也不闲着，扇了我1耳光，我被踹倒在地，嘴角渗出血丝，强撑着一口气摔门而出。出了门，一阵凌厉的寒风袭来，刮在脸上就如刀子一般，可我的心却比被刀刮还要痛。这可是我心心念念了40多年的娘家，是我掏心掏肺了40多年的亲人啊！这错付了40多年的感情，今天终于被几巴掌打碎了，我也终于被踹清醒了。我要回家，我要回自己的家。一路悔，一路恨，一路泪，到家了，推开门，忍了一路的哭声，终于可以放肆的宣泄了。老公和儿子正就着一个火锅在看着春晚，我一冲进门就破防，扑倒在沙发上大哭起来。他俩惊愕地对视了一眼，先是冷漠地看了看我，过了一会儿，老公终于忍不住上前问我怎么回事。这些年来，我对老公和儿子的照顾很少，儿子跟我并不亲近，老公也非常嫌恶我对娘家的态度。他们都觉得我心里只有娘家，没有自己的小家，拎不清。对，我确实拎不清，这就是我拎不清的下场。如果一切可以重来，我多想好好的过自己的小日子啊！夫妻齐心，其利断金。再怎么样，我们也不至于结婚10多年，连房都买不起啊！也就在这天早上，老天还极力要我别出去，一家3口好好过个年，我却挂心着娘家那边一大家子人的年夜饭，敷衍他说去那边帮忙就回来，抓上围巾套上羽绒服就往外赶，气得老公在后面骂我脑子有病，是有病，还病得不轻。当我抽抽泣泣语无伦次地说了经过之后，老公和儿子看看我红肿的脸，气得一跳老高。什么？你为了他们累死累活，竟然还挨打？老公恨铁不成钢的直跺脚。看看，说了你不听是吗？非得这脸去找气受。说完他撸起袖子，走，回去，我得去讨说法，不能这么白挨打，还不带我说话。他扭身冲了出去，16岁的儿子也立马跟了上去。我只得擦把泪追在后面。娘家离得不远，才20来分钟，老公就到了门口，敲敲门，刚开了条缝，老公就一掌推开冲了进去。我和儿子紧随其后也进去了。屋里的一盘狼藉都还没收拾，我妈还在沙发上抹着眼泪，一家子正围着她在劝慰。老公二话不说，冲上去朝我哥脸上就是一拳。我哥猛地挨了一记重击，踉跄着退了好几步才稳住。老公还要上前，被我弟拉住了。他反身又给了我弟一拳头，嘴里还骂着：“你们这群吃不吐骨头的人渣！阿玉为你们当牛做马，你们还打他？他为了你们连自己家都不要了，你们还是不是人？”
我哥捂着脸，毫不示弱，对着我老公吼道：“你问问他，他敢推吗？问他该不该打？”老公听了更来火，又朝他扑了过去。该打是该打，他只差命没给你们了，干脆今天你们把我们全家的命都取走算了。他们几个扭打在了一起，好在我老公人高马大，对付他们并不吃力。儿子见状也要上前帮忙，被侄子和弟媳他们拉住了。我妈全懵了，她万万没想到我这个平时对她百依百顺的女儿，此刻竟然还把老公儿子带来娘家讨说法。直到看到我哥的鼻子被打出了血，我弟的眼角都青了，他才发出一阵长嚎：“你们这是想要我的命啊！啊啊！”嫂子见这局面无法控制，也慌得拿出手机：“报警！我要报警！他入室打人，让警察抓他！”我一惊，这闹到警察局可就说不清了，不能让他报警。我上前去抢手机，嫂子狠狠地甩开我，我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就是两眼一翻，倒在了地上晕倒了。儿子大喊着：“妈！妈！爸！快来看看妈！”毕竟是亲生的，关键时刻还是护着我。老公他们几个停止了扭打，我哥嫂和弟弟还有我妈都傻眼了。嫂子哆嗦着解释：“我刚才不是我。”老公冲过来抱起我，对着嫂子吼道：“我什么我？快打120！”就这样，我被救护车拉去了医院，老公和儿子也跟着上了救护车。随着救护车的鸣笛声，我那个满屋狼藉的娘家终于被远远地抛在了我们的身后。老公和儿子紧紧地抓住我的手，直到我慢慢睁开眼，他们才不约而同舒了口气。这才是我的亲人，才是真正爱着我、关心我的亲人啊！我轻轻地对他们说了句对不起，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老公的脸也挂了花，样子很狼狈，可我却觉得他很男人，而且很帅。到了医院，简单做了检查，没什么事。本来我就是装的，能有什么事呢？从医院回来，老公又把火锅架上了，一家3口终于过了个团圆年。这才是真正的过年啊！这个大年30，我虽然挨了几巴掌，但让我的心彻底的回到了自己这个小家庭，再也不去管娘家的事儿了。我对娘家的心终于硬起来了，心软只会被他们拿捏欺负。我被120救护车接走后，娘家没有一个人给我发信息和打电话问问情况，可能他们怕我有什么问题去找他们麻烦吧。这也好，我乐得清静，巴不得从此以后他们从我的生活中消失才好。既然我妈一丁点都不为我考虑，那我与她的母女情也就此断裂。她的养老还是靠她那2个宝贝儿子去吧。我现在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了自己一家3口身上。儿子已经高2了，我得好好给他补充营养，每天都在家做营养餐。以前儿子跟我不亲，是因为我总是忽视他，可他的心里仍然是渴望母爱的。现在我事无巨细关心着他，他的心马上就和我靠拢了。老公呢，也一样，以前恨我一心向娘家，一心扶哥扶弟，就是不关心他。现在我整个心思都扑在了自己家，他一天到晚都乐呵呵的，工资一发就交到我手上。以前他的钱是断断不敢给我的，因为只要一给我，我就转头给贴补给了娘家。现在经过大年30那么一闹腾，他知道我已经和他一条心了，对我还大加表扬。老婆，关键时刻你还是不蠢了，你要是真服从你妈的安排，那我们这个家就真的得散了。我们俩坐下来认真规划未来。我第一件事就是要买房，趁着房价低迷，
赶紧入手一套，改善全家的居住环境。小县城的房价5000多，我们一起看中一套120平，3室2厅的，刚好一个主卧一个次卧，再加一个书房，阳台上还可以做个玻璃房养养花。总房价是65万。我们盘算了一下手头的钱，老公手上这些年攒了15万，公婆去世时给了我一些金首饰，再加上我结婚时的一起，总共大概可以卖个5万，基本上首付就没问题了。两人再向朋友借个7、8万装修，就可以入住新房了。目标一定，我们俩也决定加把劲儿，多挣点钱。老公每天下班去跑滴滴，我在超市当收银员，虽然一个月才2000多，但是工作时间不长，一下班就去小姐妹的夜宵店帮忙赚点外快。儿子就安心学习，准备考大学，一家3口拧成一股绳儿，日子越过越有奔头。1年后，我们搬入了新居，一家子高兴地在新房里又跳又笑，老公还开了香槟庆祝，儿子幸福感满满地发了朋友圈。谁知道我还没高兴2天呢，我妈来了，是我哥和弟把她送来了的。不知道他们怎么找到了我的新家，一大早的就敲响了我家的门。那是个周末，儿子早早的去补习了，我和老公都忙得很晚才回，还在床上睡觉呢。听到敲门声，我还以为是儿子忘拿东西回来取，打着哈欠打开门，却见我哥和弟提着大包小包和我妈站那里。我愣了一愣，他们一把推开门就进来了。1年不见，妈老了老多，估计和哥嫂弟弟弟媳他们处得并不愉快吧。他们几个似乎完全忘记了那个大年30的事儿，表情自然的把东西也提了进来。我妈在客厅转了转，点点头，这房子不错，采光好，客厅也够大。我哥走到书房，进去看了看，朝我妈招手，妈，来，这房间可以改成间卧室，说的好像这房子是他们家的一样。他们进到书房，我冷眼旁观，也不说话，倚在门边，看他们到底想自说自话到什么时候。我妈点点头，小是小了点，还凑合吧。我哥这才看向我，以老大的姿态说，阿玉，妈跟谁住都不习惯，还是得来你这。我哼了一声，看出来了，你们都不欢迎他吧？弟弟皱皱眉，姐，你别说话这么难听行不行？什么不欢迎？妈心里就是想着你，非要上你这来。我冷笑，怎么，他自己的房不住了？哥哥脸色有点不自然，清了清嗓子，妈不是已经把房子都过户给我和弟了吗？他就想和子女们一起住，热闹热闹。我拍手，哈哈，原来是你得了房子就把他赶出来了呀。哥哥怒了，你怎么说话呢？弟弟朝他摆摆手，现在别说这个了，姐，这1年来，妈轮流在我和哥家住，就各种不舒服，想着还是和你贴心，今天就送她到你这来了。她可是你亲妈，你总不可能不要吧？我点点头，是亲妈。送大金镯子的时候，送房子送钱的时候，我这个女儿是外人；养老的时候，我这个女儿最贴心；挨巴掌的时候，我这个女儿最顺溜。我妈脸上挂不住，嗔怒道，阿玉，怎么，妈养你这么大，打你2巴掌就不行，你就还记仇了？一提到那几巴掌，我委屈的眼泪又在眼眶里打转。别说了，从那天以后，我就没妈了，也没兄弟了，你们走吧。我妈瞪圆了眼睛，什么？你赶我走？我扬着头看向别处。我妈拿出社保卡，我可不是让你白养的，我有退休金，2000啊。我还没开口，主卧的门豁地开了，
老公黑着脸出来，不要，2万都不要，你们走，去你儿子家养老。说完，他不管37、21，扛起客厅那几包行李就扔出门外。我妈的脸都气红了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哥指着我老公，有你这么当女婿的吗？把丈母娘的东西往外扔。老公毫不让步，好歹不分的人不值得尊重。我弟上前还想争辩，被我老公一瞪眼，你们俩也一样，一个个吃人不吐骨头。你们买房，一个问阿玉要了5万，一个要了8万，我们自己家买房都是借的钱，不知道你们哪来那么大的脸。听到这儿，我内疚地低下头，这都是我当年干的事儿，背着老公悄悄给的，真不知道自己那时候脑子就像进了水一样，恨不得把自己家搬空去娘家。老公又看向我妈，当初爸瘫痪的时候，只有阿玉立马辞职去照顾他，这一照顾就是3年。你们知道我们家自己过的是什么日子吗？我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照顾孩子，还要出去挣钱。阿玉处处想着你们，你们有没有想过他？我哥不屑道，什么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了，现在提有意思吗？老公冲他一扬下巴，指着门口，当然有意思，快滚！我妈哭丧着脸看看我，我不看她，她气得一咬牙，好，你们以后别再认我这个妈，呵呵，求之不得。听着他们出去，狠狠地摔上了门。半年后，小姐妹准备和老公去外地发展，手头的夜宵店低价转让，要价10万。我在这打工了这么久，已经把手艺都学得差不多了，而且这个店客源比较稳定，10万块真的挺划算。我和老公都想接手，但愁的就是没钱。小姐妹跟我感情一直很好，见我有意向，就同意让我分期付款，1年半的时间付清转让费。我高兴地跳了起来，终于自己也等到了当老板的一天了。当下就和他签订了协议，接手了店铺。我辞掉了超市的工作，专心做老板。为了节省开支，我精简了人员，辞退了2个伙伴，自己当起了大厨。老公下了班也不跑滴滴了，就来店里帮忙。我还来了个新开张大酬宾，预存1000送100，预存2000送300。新开张前3天酒水半价。这个店本来生意就不错，又来这么个酬宾活动，那几天的生意真的火到爆。我和老公连着好几天都忙到凌晨4、5点才收工。虽然人是累了点，但钱是哗哗的赚啊！一个小小的店，最高一天的营业额竟然上万，数着红彤彤的钞票，我和老公乐开了花。这活干的就是来劲啊！才短短的1年时间，我们就把小姐妹的10万块转让费全部付清，还有了好几万块的积蓄。看着效益这么好，老公干脆也办理了提前退休，2夫妻齐上阵，生意越来越红火。一个夏日的傍晚，余晖还未退尽，我们店里已经有了好几把顾客。我俩一个炒菜，一个烤串，正忙得不亦乐乎。突然几个人冲了进来，我正端着一盘菜走出厨房，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猛地扑通跪在了我面前，旁边还有2个男人。我吓了一跳，菜盘险些砸地上，定睛一看，竟然是我妈，还有我哥和我弟。我妈比之前更瘦了，花白的头发显得她更加凄凉可怜。她的拐杖被扔在一边，跪在我面前，哭着朝我喊着：“阿玉，阿玉啊，妈求你了，你不能不要妈了呀！”这又是在演什么苦肉戏？吃瓜群众瞬间就把注意力全部集中了过来。我放下盘子，忙去拉我妈：“妈，您这是干什么？有话回去说，
可任我怎么拉，我妈就是不肯起来，她哭得更大声了。阿玉啊，你忍心看着妈去死吗？你可不能只过自己的小日子，不管妈了呀！客人们围了过来，开始有人举起手机拍照。我看向我哥和弟，哥弟，你们把妈带到这来是什么意思？快把她拉起来啊！我哥没理我，却对着大家说：“大家伙评评理。”我妹只顾着自己赚钱，连妈都不要。大家说做女儿的能这么狠心吗？我弟也附和着：“可不是吗？我妈最疼她，想和她在一起，可她就是不肯，还把我妈赶了出来。”吃瓜群众们开始交头接耳。老公见状出来了，指着我哥和弟：“你们又使什么坏？他把房子和钱都给你们了，你们还想把他送到这儿来？”一听提到房和钱，我妈刚刚稍微低下去的声音马上又放大了好几倍。她开始朝我磕头：“阿玉啊，你今天不答应我，我就不起来。”我百口莫辩，只得拼全力去拉她起来。可她抱住我的腿，说啥也不起来。一个白发老人朝女儿磕头求赡养，这场面真是太炸裂了。我就是浑身长嘴也说不清啊。老公去撕扯着我哥和我弟：“你们咋心肠那么坏？”一个店员怕出事，报警了，警察来了，把我们全请上了警车，进了警察局。听了原委，他们又叫来了社区工作人员调解这个事儿。社区工作人员来了，询问了细节，我才知道这1-2年来我妈过的是什么日子。原来我妈那次宣布了财产分割之后，那2兄弟就急着把房子过了户，弟弟和弟媳把分到的那套房出租了，每年租金1万多。哥嫂看着眼红，可分给他们的那套房我妈还住着，他们就使出浑身解数游说我妈搬出来，到哥俩家各住半年，然后他们火速把那套房也租了出去收租金。刚开始半年在我哥家住，虽然嫂子不待见我妈，有时候也鸡飞狗跳，但想着好歹才半年，忍一忍也就过去了。谁知下半年到我弟家住的时候，才住了2个月，就住不下去了。理由是我弟媳认为我妈还给了我大侄子20万，理由也去大侄子家轮2-3个月。大侄子才新婚不久，2口为了过2人世界，连孩子都暂时没打算要，怎么可能接受我妈去住呢？弟媳就各种不平衡，天天在家指桑骂槐，把我妈气得直抹眼泪。2兄弟后来想着实在不行，就把我妈送到我的新居。谁知道我和老公踢面无情地把他们赶了出去，我妈只得又轮流去他们2家。这回嫂子也不想忍了，各种数落我妈。当初得大金镯子、得房子的欣喜之情早就荡然无存。我妈一直以来在我面前耍家长威风，到了2个儿媳这儿只有乖乖看脸色的份儿，心里哪里过得了这个坎儿。有一天夜里，她被嫂子实在气得不行，拿起行李就要去我弟家，谁知道路上天黑看不清，掉到一个水坑里，半天动弹不得。幸好被一个好心人发现，给送到了医院，但脚却瘸了。嫂子和弟媳互相埋怨，2家人也闹得水火不容。我妈不管去哪一家都没得个好脸色，这不，她实在受不了了，要我哥和弟送她到我店里来给我磕头下跪，只求我收留。可是这一切难道不是她自找的吗？她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给了2个宝贝儿子还有孙子，现在想到我了。社区工作人员做我工作，那毕竟是你亲妈，你看是不是既往不咎，让她去你家算了。我本来有点心软了，可是一想到那个大年30自己遭遇的一切，我的心又瞬间硬了起来。不，嫁出去的女儿
泼出去的水，我不想管娘家的事。社区工作人员脸沉了下来，这都是封建思想，女儿永远是女儿，哪是什么泼出去的水？女儿对父母有赡养义务。我还是很坚定，你没有经历过我经历过的一切，你根本不知道一个被抛弃的女儿的心有多痛。当你受到肆无忌惮的伤害的时候，你的心可能比我还硬。那闪亮的大金镯子，那狠厉的几巴掌，永远是我挥之不去的痛。社区工作人员只得又去做他们兄弟两人的工作，让他们把我妈接回去，好好赡养。毕竟每人得了一套房，每套房都价值70-80万呢。两兄弟说啥也不肯接回去，说家已经闹得不像个家了，再接回去日子没法过。大家都不要，总不能让我妈去睡大街吧。最后，社区提议送我妈去社区的养老院，每月交费3000，我妈退休金有2000，还有1000，他们兄弟俩平摊，每人500。我妈和他们都不同意，我妈不肯去养老院，哥和弟提出1000，我也得分摊，他们俩每人400，我出200。OK。我不缺200块，我同意出，所以我妈不同意是没有任何意义的，因为没人要她。即使她给了那俩宝贝儿子每人一套房，他们的家也容不下她。从警察局出来，他们就把我妈送去了养老院。我们每个月按期把费用打到养老院的账户上，从此我只给200块，她与我无关。我不会去看他一眼，因为我妈当着警察和社区工作人员的面还说了一句话：我的房子和钱是给儿子和孙子的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不后悔。很好，他到了如此地步都不后悔，我就更不后悔了。为儿子孙子无私付出就是他的执念，那么我又何必去破坏呢？让他好好享受一下这个执念给他的结局吧。从此我的世界安静了。3年后，我和老公又开了一家夜宵分店，生意火爆，钱也赚得盆满钵满。儿子已经是大学生了，我们的日子越过越有滋味。我们不仅还掉了所有欠款，提前还完了房贷，手上还结余了10来万块钱。虽然这点钱对于别人来说不值一提，但对于我们来说意义重大。我们终于不是富翁了。又过了5年，我和老公已经成了这个小县的大老板了。我们从夜宵店转行到了酒楼，酒楼的生意比夜宵店生意更旺。有人说，我们家肯定是招了财神爷，这几年来一直顺风顺水。其他们不知道哪里是招了财神，关键是全家同心啊。而我哥和我弟的情况就不怎么样了。我哥啥都不爱，就爱喝酒，常年累月的醉酒，导致他才50多岁就酒精中毒，说话不利落，手脚发抖。后来终于偏瘫了。嫂子本来就有腰椎盘突出，照顾不了几天就自己卧床病倒了。侄子和侄媳妇不仅不照顾他们，还嫌他们没法帮忙带孙子，一见面就给他们甩脸子。也许这就是有样学样吧。当初他们是怎么对自己爸妈的，儿子就会怎么对他们。要不怎么说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呢？听着儿媳和孙媳妇们一叠声的谢谢妈，谢谢奶奶，我妈的脸绽放成了一朵菊花。可又弟弟一家呢，更惨，他和弟媳2人一直丁克，花钱大手大脚，天天旅游吃美食。后来2人一起迷上了赌博，不仅把妈留给他们的那套房输了，连自己之前住的那套也输了。现在2人欠了一屁股债，为了躲债跑去了外地，不知所踪。我之所以知道这些，是因为他们2人都已经好几个月没给那400块钱了。
养老院给我打来电话，他们俩的电话根本打不通，催款，我爽快地替他们付了。现在这1000块对于我来说是9牛1毛，就当是做慈善吧。只不过这1000块我只付了3个月，就接到了养老院的电话，我妈去世了，我不想见她，哪怕她已经走了，我也不想去送。我只想彻底地从原生家庭的阴影中走出来，并以此治愈余生。我付了全部丧葬费用，请养老院给他办了后事。他的宝贝儿子、孙子一个都没去，我更没有去。这是他自己选择的路，还是如他的愿，让他自己走完吧。又是一个大年30，外面鞭炮声声，雪花飘飞。我站在窗前，似乎又看到了多年前那个受尽委屈的除夕夜。可是我又想感谢那一天，因为经历了那一天，我才获得了重生，才拥有了现在的生活。感谢那一天，更感谢那个彻底醒悟的自己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